大家好，在我手里是一支腾龙刚刚发布的35-150 2.8镜头。这支镜头是腾龙瞄准人像市场发布的镜头。但是呢，咱们今天不拍姑娘，咱们拍点有细节、有质感的东西。另外呢，回答一些大家关心，但是在参数表上绝对看不到的东西。比如说，这支镜头用起来趁手不趁手，然后它是不是可以跟 G Master 对标，是不是可行？大光圈、画质表现如何？对焦如何？用起来爽不爽？是不是出必买？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文。这个镜头可能最特殊的就在于它的焦距段。大家可能对于普通的大三元镜头已经司空见惯，16-35、2470、70-200，对吧？这支镜头它的焦距当不当正不正，出了一个35-150，哎，到底干嘛用？你看啊，这个焦距数是不是听着眼熟？35毫米，然后70、135都涵盖了。对，这是一个人像镜头。说的再具体一点，这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拍摄现场人像的镜头，比如像拍摄会议、拍摄演出现场，还有拍摄婚礼，这绝对是能改变婚礼摄影师操作习惯的一个好镜头。以前婚礼摄影师因为要拍人的全景，要拍合影，还要拍新娘的一个特写，所以你会在2470和70-200之间频繁切换。如果你一个机身带2个镜头，哇，忙着换镜头不说，还容易错失拍摄类良机。然后你要是2个机身2个镜头，这个不耽误拍照，但是把人累得贼死。现在有了35-150，用起来贼开心。一个镜头能近则近，能远则远，所有的题材全能给拍了。而且呢，它还有一个超强的近摄的能力，在35焦距段呢，大概是33公分。如果到了150毫米焦距段，大概就是一个臂展的距离。你不但可以拍摄全身，还可以拍摄特写，拍个什么大戒指，拍个蛋糕，拍个新娘大眼睛什么的，超开心。未来要是拍摄的时候呢，把它当做拍摄的主力，然后呢再来个背机，放一个轻弱无物的腾龙的1728，2支镜头打满全场，绝对是爽呆了。这个镜头呢，你也可以放在 APS-C 尺寸的机身上，大概的焦距约等于52毫米到225毫米。可是反过来说啊，您都拍商业摄影师了，您应当不会用 APS-C 机身吧？所以这个镜头呢，虽然它的重量不轻，但是比起要带2470、70-200 2支镜头来说呢，这个是职业摄影师拍摄人像的一个绝对轻量化的解决方案。这个镜头呢，它是变焦镜头，而且光圈也是可变的，从 f2 到 f2.8。我测试了一下，当你的焦距在40毫米以下的时候，都是 f2；当你的焦距变到65毫米的时候呢，大概是 2.5；到80毫米的时候，就变成 2.8 了。怎么说呢？画质非常好，绝对对标的是 G Master 镜头。大家可以回到我这个论坛上去看更多的一个样片。价钱呢，怎么说呢？也不便宜。2999澳币合人民币大概不到15000。您觉得它合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？咱们打在弹幕上。You know what I'm thinking about? It's a lot of shrimp in the river. All the shrimp we can eat. 腾龙的这只35-150 2.8，在外观上跟以前是有很大差别的。首先，这个镜头变成全黑的外观的设计，跟以前那种灰色比起来的话更有高级感。而且你主要看一眼它的对焦环，还有它的变焦环是使用了加粗的设计，让你乍一看的话，特别像一个适马。镜头咱们仔细看一眼啊，拿在手里现在就安全了。
多了几个细节的设计。首先呢，多了一个巨大的 preset 按钮。这个 preset 按钮的话，你可以自定义，按它的这个预设的焦点或者在 A、B 焦点之间切换，对于拍摄视频来说是非常友好的。另外注意一点，新的独特的一个外观，在2代上面会有的就是 USB-C 的接口。这接口别看裸露在外边，但是它是防水的，你可以放心使用。这个接口干嘛用？当你用它自己另购的那个叫 Connect Cable 连接到电脑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软件叫Temporal Lens Utility。当你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，可以把这支镜头的按钮，包括它的对焦环来进行自定义的设置。我最喜欢的一个设置是什么？你可以设置这个对焦环非线性或者线性来变化。如果你要是拍摄静物的话，你需要快速对焦，用线性；如果你要拍摄视频，需要这种柔软的、柔和的对焦的话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转动对焦环的速度来调整它的对焦的速度。这对于拍摄视频是非常友好的。这支镜头我挂在 A7R4 上来测试它的防抖的表现。这么说吧，从35到150整个焦距段的话，3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，成功率80%以上。但是如果你要下降到8分之一秒的话，大概有一大半的几率几乎就不成功了。所以 keep mind。这支镜头用起来趁不趁手？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。趁不趁手有2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焦距趁不趁手。这个镜头你看啊，35、50、70、150，是不是听起特别耳熟？我最喜欢几个焦距段，40、70和135都在里边了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拍起来非常舒服的镜头。虽然它的光圈只有2.8到这个2.0到2.8，比起那些定焦镜头1.4、1.8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但是它的景深依然是非常浅的。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拍完回放一下，看看自己的焦点是不是准确。镜头的对焦表现怎么说呢？中规中矩，你不能期待像原厂的70-200一样那么利落，但是呢，它也在关键时候不会给你掉链子。怎么说呢？绝对的是平均值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，像它这么长焦距，而且是大光圈的镜头啊，我不图你对焦的速度有多么惊人、多么快，只要你对焦的那个焦点给我保证准确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特意找了这个环境给大家拍一些这种能够表现细节的画面。哎，插句题外话啊，这个您最喜欢的幕舱的型号是哪个？咱们打在弹幕上，咱们乐呵。我自己这爱好比较怪啊，我喜欢那个 P90。哎，这喜欢的人太少了，就连玩具店他都不给你开模，买都买不着。我挑出一些有特点的照片来让大家看看这支镜头的画质怎么样。测试的相机是索尼的 A7R4 6000万像素的相机，可以说6000万像素这支镜头是完全可以喂饱的。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，色散、像散、紫边控制的可以说是非常好。如果要说锐度的话，那是我最满意的地方。从35毫米到150毫米，各个焦距段在光圈最大的情况下，都可以从中间到边角达到数毛的级别，非常的过瘾。而且在中焦焦距段的时候，锐度达到了极致。有了圆形光圈的加持，这个镜头的焦外还是非常规整的。您看这个锐度，这个焦外，对标 G Master 镜头应当不在话下吧。总结，这支镜头用它扫街行不行？我觉得首先你对它的重量和体积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。这个拿到手的感觉就是老大个儿，而且不老小。它的重量是1.1公斤，你毕竟是一个150毫米最大光圈2.8的镜头，它的重量的感觉是比2470要重，但是比老一代的70-200要轻，绝对不是一个让你天天轻轻松松能够背在肩上的镜头。但是呢，我用它去扫街，给我一个不太一样的体验。首先，它的35毫米到150毫米这个焦距段啊，没有侵略性，而且呢是非常随意轻松的一个焦距段。然后另外呢，大光圈给你带来这个高级感。这支镜头上面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怎么说呢？让我感觉到氛围、锐度和好玩3个因素同时存在。你看，我以前用徕卡351.4去扫街，氛围感有，但是手动对焦它不好玩。然后上次评测的那个18300镜头真的是好玩，而且又有锐度。但是呢，它没有大光圈，没有氛围感。
这支镜头集3个因素于一身，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体验，甚至让我忘了背在它身上的这个重量，让我忘了它重量的存在。腾龙现在非常的聪明啊，跟几年前跟在原厂后边做廉价解决方案不太一样。你看现在腾龙，第一就是提升自己的产品的画质，它的质量呢基本上可以跟 GM 原厂来比肩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你看这几年的产品策略图有非常有意思一个现象，就是它在保证品质的同时，不再跟着原厂屁股后边做副本了，而是说客户需要什么我就出什么。你看这次35150 2.0到 2.8 大光圈的镜头，这是原厂完全没有的东西。你看啊，原厂的大三元70、200、2.8，我觉得在70端，原厂把它光圈再做的大一点点，绝对不是不可能。但是呢，原厂就是给你，就是不给你，就是做那么保守。腾龙多实在，能给你的都给你了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关于这支镜头，更多的样片还要讨论的话，欢迎大家去采风摄影学习论坛，咱们做深入的讨论。然后这期节目呢，也非常感谢摄影师胖猫，还有远在多伦多的军事爱好者粉丝 Swagger 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猛我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Mission accomplished.